春菜慢慢的接近了尾声，夏菜蓄势待发。西红柿定植了1个月了，前2天莴笋拔了以后，地空出来就种了茄子和辣椒。大家好，我是子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看6月份菜地里有什么收获，还可以种什么。这里有一堆是芹菜和生菜的套种，就是大的生菜拔了以后，新的又种上去，不断的变化，所以大大小小都有。这个方法在我这个实验当中work 的比较好。下面的生菜把底下的遮掉了，有光合作用的叶子收到阳光，叶子长得好，底下的就比较嫩，又好看又好吃，空间利用率也高，这个方法不错。今年尝试种韩国小南瓜，这种板栗类南瓜都是比较遭 squash vine borer， 就是钻心虫、南瓜藤蛀虫。6月底的时候，南瓜藤蛀虫就会出来产卵了，大家注意一下，看到有棕色的小的卵在你的植株上的话，你就抹掉。你看这个斑斑点点的，就是有黄瓜虫或者什么虫咬过的。社区菜地难免有黄瓜虫，我前2天已经看到了。那我今年还尝试呢种黄瓜，这个是全瓷黄瓜。全瓷黄瓜有2个好处，第一个就是它开始结瓜，就是瓷黄瓜，然后它不需要授粉，它就可以结。这里呢我是准备裸奔的，同时呢也做好准备，万一我想把它用防虫网罩起来，我这里还有一个 CD 架子。这个 CD 架子reuse 和我的 cattle panel 那个颜色一样，很 match， 所以我就拿到这儿来用来做爬藤架。黄瓜现在开始育苗还不晚，一直到7月初都是可以的，太晚的话就不太好了。现在开始直播种黄瓜其实非常快你看这里已经有黄瓜虫了。那这里的是剩下的最后一颗德国芥蓝，吸引很多的蜜蜂，所以我就先让它留在这儿吧，等黄花开过了以后再把它拔掉。反正这个地方我也不计划种别的东西。这里有颗丝瓜，需要占了很多的空间和营养。左边呢是种了山药，这个山药去年用山药槽种的，效果非常不错，所以今年我换到这儿，光线更加好一点，用山药槽再种一遍。前面插了一些紫薯的苗，上面盖了一些compost， 到时候我在上面盖上一个防草布，让紫薯在上面爬。今年还种了一棵，用无底花盆种了一棵人参果，我和阳台盆栽的比较一下，看看哪个效果好。今年的西兰苔下雨了。今年的西兰苔呢看上去还不错，收了一些主苔，现在侧苔也出来了，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吃这个苔没有吃过冬的鱼甘蓝苔爽，那个鱼甘蓝的苔吃的更多。今年种的艾米雪豆也很成功，4件套，雪豆、西兰苔，下面是很嫩的生菜，前面是撇兰也开始膨大了。今年好像菜粉蝶不是很严重，我也没有遮挡。6月中的菜地，莴笋只剩下一种比较耐抽苔的品种，这个是科信3号。今年种的大部分莴笋都是紫的莴笋，
早熟的品种。那么这个呢是比较抗抽苔的，同时育苗，同时定植。那现在还没有，这个还没有开花，其他的莴笋已经收掉了。那这3颗呢是最后的3颗。我莴笋呢喜欢早一点种，早一点收，这样菜地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拔了，种其他的东西。1个多月前，这里是莴笋和生菜种在一起，后来我把生菜都收获了以后，在莴笋的下面呢，我就插了这个是紫薯的苗。有一个过渡阶段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从春菜到夏菜过渡的时候，可以把夏菜先种在春菜的当中。这个夏菜呢，可以从春菜那儿得到庇荫，温度太低或者是太晒，它都有保护。等春菜收了以后呢，它就已经 established， 长起来就很好，也不需要练苗。很多朋友问莴笋，我是不是要收下面的叶子啊？在长莴笋的阶段，我基本上是不收的，除非到了后期有黄叶了，把它掰掉。那这个是我昨天刚刚掰的，因为我发现有些叶子都变黄了，里边打开看，里边很多剪刀虫。我把底下的叶子掰掉以后，这里就敞亮了，虫也就少了一点。那我这2天就可能把这些莴笋拔了以后，这个地方呢，我可以种喜热蔬菜。菜地空出来了，有地方就插一些红薯的叶子，到时候我们吃叶子或者收获薯。这个地方后面呢种的是甜豆 Sugar Snap Pea， 前一段时间收了一波，现在又收了，这2天没有来收。看着好像已经鼓出来很多了，我担心有点老，昨天藏了一下，好像还不老，把那个茎抽掉，还是很嫩的，又甜又嫩，这个品种非常好。这一波接了差不多了，你看它上面的头顶已经基本上是最后一波花了，底下的叶子也开始黄了。天气一热呢，这种豌豆类的植物呢就长得不太好了。那后面几天天气热了呢，豆角类的 beans 就会长起来了。前一段时间太冷的话， bean 长得不好，豌豆种得很好。你看我这里的甜豆很高产，又好吃又高产。在这里是一个雪豆 Snow Pea， 这个 Snow Pea 啊也很能结，这个种子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结了很多。我当时种的蛮密的，担心太密了，好像叶子不多，豆多。仔细看一下，很多的豆，看一波一波的，很能结，后面都是。这个非常高产，也准备收了。收了以后呢，前面是种的西红柿。西红柿呢，各种各样的方法去种，各种各样的品种。今年天气不是很热，西红柿长得没有太快，但是后面几天热了，西红柿会上来，茄科的都会上来。那我这个蚕豆呢，很快可以收了，已经挺饱满了。这个品种好像里边蚕豆有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，好像都是挺多的，4到5个，这里也是4到1、2、3、4、5，结的很多的。蚕豆你不能太早的时候收，收的话里边豆子太小，还没鼓出来你就收，就没什么好吃的。你看我上面的都打顶了，原来有蚂蚁有蚜虫，现在都打顶了，这段时间就好了很多。有的时候呢，它同时结了很多，你也不需要间苗，它坐不住，它就会坐不住，它营养跟得上，它就能坐住。蚕豆收了以后呢，剪掉就是，这里的空间就出来了。前面是各种各样的西红柿，西红柿呢，我是准备往平顶架上引蔓的，吊蔓种，留多少呢？现在计划是每一颗西红柿留2个主蔓 ，2 leaders 往上走。碰到好的品种，我可能多留几个枝，
因为我这里还有空间，后面还有竖的 cattle panel， 上面有顶，上面可以吊蔓，后面呢可以往后爬。有的时候有强的侧枝，有的时候有弱的侧枝。像这种小的侧枝你就抹掉，碰到比较大的侧枝呢，你可以用来扦插，也可以让它长出来果实再打顶。平顶架的两边都是西红柿，右边的都是红枫林和 Atomic， 我做对比实验的，不同的种子公司来的不同的来源，我想比较一下哪个种子公司的种子结出来的果实比较好。那我这个地方西红柿修剪呢就比较简单，第一穗果实的左右出来的分叉就是这两个 leader， 然后呢我就在这个地方用这个 clip 绑一下，在这个主蔓和这个叫 sun leaf 这个叶子之间有一个小的侧枝，这个要抹掉。像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把它抹掉，这样抹掉是最方便的，也最节省能量。小的侧枝都抹掉，大的侧枝你考虑是不是让它结果。最上面呢你要留一个侧枝，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会花封顶，你就这一枝就没有 leader 了。西红柿修剪有各种各样的方法，没有标准答案。西红柿的品种不一样，修剪方式也不一样。比如说是有限生长型的，你就基本上不需要修剪。如果是无限生长型的，你要看你爬藤的空间有多大。比如说你种一棵周围没有其他的西红柿，距离拉得很开，你可以多留一些西红柿的枝蔓。如果你这个种植的距离像我一样就1尺半到2尺吧，一般都是双杆整枝，也是在产量和空间利用率上最优化的一个修剪方式。那如果你空间更加大，你就可以多留一些枝，小的西红柿呢也可以多留一些枝。一旦你决定了修枝方法以后呢，以后 maintenance 就比较简单。这里种的茄子是1周前移栽的，我把苗养的比较大了再种下去，用的是无底花盆半地栽吧。刚刚移栽了一些生菜，生菜和茄科的套种是不错的，因为生菜不太招虫，跳蚤甲虫的高峰期过了啊。现在有白色的蝴蝶了，菜粉蝶，这些西兰苔可能会有影响，鼻涕杀那个肉虫比较好，到时候再喷一下。或者呢你经常检查，把它抹掉，把小的幼虫抹掉，等它长了大了以后你再去处理，就会觉得很恶心了。6月底7月初开始，西葫芦的钻心虫也开始了，叫南瓜藤蛀虫。你要注意一下，红色的点是它的卵。苗小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用防虫网盖一下，等它大了以后帮它人工授粉。今年的长江豆啊长得比较慢，天气不够热，长得比较慢。撒的苋菜种子现在出来了，这是红苋菜。汉金莲是比较好的同伴种植的伙伴，它的花挺漂亮的，还可以吃。我这儿的2棵小白菜已经抽苔了，我先把这个顶打掉了。现在这个也没有空心的，顶打掉了以后呢，它边上还有一些苔，我就准备吃苔了。老叶子不好吃，苔好吃。这里还有 cabbage。现在菜粉蝶开始出来了，我要经常检查一下背面有没有菜粉蝶产卵呢，及时抹掉。韩国生菜也要收了，收了以后我可以撒苋菜种子或者移栽生菜，可能种一些油麦菜。后面是我的西红柿，西红柿和生菜套种的这些组合。前面是辣椒、西红柿、生菜，
有的时候有 basil 可以套种。今年我种了很多生菜，这个叶子加上 Costco 的那个芝麻酱，很好吃。这颗大的是花椰菜，是朋友给的，当时说是紫色的，那现在好像开始有花了，不像是紫色的，好像挺好看的。它上面这颗菜需要的空间比较大，那底下的也不浪费。边上种的是长江豆，那你看也不浪费。长江豆固氮的，我边上就种了生菜。院子里边今年种了很多的生菜，一个原因是压草，一个原因呢是可以吃 salad，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观呐，好看呐。种菜要有好的心情，看着舒服。